高达 C 的为啥后半段才有核能机？科技就这么落后吗？高达 C 的中的机体又是高出力光束步枪，又是等离子炮，又是海市蜃楼系统的，看起来极其高端。可定眼一看，基本全是电池机。到了战争后期才用上了核能机。看看隔壁，连杂兵都早早用上了核能的 UC 系，这 C 的宇宙后边统称 CE 宇宙的科技是不是歪的有点厉害？是他们对核能的研究太落伍了吗？事实上正好相反，CE 宇宙中核能的研究都已经到了我反弹了你的反弹的地步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吧。其实 CE 宇宙的基础核能研究与现实世界并无太大区别，还是利用核裂变来产生能源，而且也早已广泛运用于各种军事以及民间设施了。时间来到 CE 70年2月14号，联邦为了给敢于反抗自己的 Plant 一点 color to CC， 动用了核武器攻击了 Plant 农业殖民卫星尤尼乌斯7号，造成了24万余民众的死亡，也就是 CE 宇宙中著名的血色情人节。为了向地球联合展开报复行动， Plant 军事组织扎夫特紧急开发出能够抑制核能的特殊装置中子干扰器，并于 CE 70年2月22日的报复行动中首次小范围投入实战，证明了中子干扰器的实用性。从研发到测试再到实战只用了8天，真的不得不感叹不愧是调整者云集的 Plant 呀，这科研速度那真是天上一天地下一年呀，也足见当爱因斯坦、特斯拉这样的天才能够得到量产，且少了鼠目寸光的资本家以后，科技发展速度得有多快。中子干扰器的大致运作原理，官方设定集里面描述的比较模糊，学过物理的朋友们都知道，核裂变是当铀235这样的大质量原子吸收了中子之后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分裂反应，而中子干扰器呢，则是能阻止中子的运动，让其不被铀235这样的原子吸收，进而阻止核裂变的形成。至于是怎么阻碍到中子的，那制作组就是请再牛的科学顾问估计也编不下去了，咱们就点到为止吧。中子干扰器在阻止中子的同时，还会引发广泛的电波障碍，包括雷达波、无线电通信等设备都不能使用了。战场上只能使用激光通信和有线通信，说白了就是跟米氏粒子差不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扎夫特研发的 MS 以更高的抗击打能力与泛用性，在视距内战斗中形成对联邦的碾压态势，赢得了复仇之战。随后在短短的2个月时间内，Plant 便完成了对中子干扰器的量产，以相当庞大的数量将其播撒在地球和殖民卫星周围，导致人类圈内所有的核能设施全部停摆，静默了联合的核武器的同时，还使民用核电站也无法运行，给地球圈的民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破坏。这么看来这玩意儿对地球居民的影响说不定比吉翁扔的卫星还狠。而 Plant 这边由于是以太阳能为主的，因此并未受到太多牵连。这里呢其实有很多说头，首先是中子干扰器这玩意儿范围呢其实特别大，像地球这种星球基本上插几个就足够用了，而 Plant 呢则是一股脑的把地球插成了筛子，这玩意儿还会直接遁地，钻的有多深呢？有些设定指出它是靠地热来实现半永久运作的，联合就是发现了，想把它破坏都很难，数量又那么多，可以说是束手无策。可是问题来了，如果是如此密集的散布，那按理说浓度应该是超高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按照设定中说的，无线电通信设备应该都无法使用了，小鸟为啥还会有手机呢？难道说 CE 宇宙人民的手机其实就是手机形状的 MP4， 压根就不能打电话？这一点其实跟 UC 宇宙差别还是挺大的。UC 的米氏粒子只有在战场上才会高密度散布，而在非战区的地方，通信设备其实都是照常使用的。CE 宇宙这一波全端了，不但禁核还禁通信，对人类影响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剧中倒是没有啥体现就是了。不过就算有中子干扰器的存在，到了全面战争阶段，扎夫特发现自己还是有点小看联合了。就算当时扎夫特的 MS 对联合的 MA 能有1:5的战损比，但怎奈联合从驾驶员数量到 MA 储备量就是跟你换得起，更何况他们还憋出了高达这种高性能 MS， 还有小机灵鬼吉拉帮他们搞定 OS， 让自然人也能驾驶。等联合完成了 MS 的量产，这战争打下去迟早要被反推于是呢，扎夫特又快马加鞭的完成了反中子干扰器的研究，可以使装置周围小范围空间内无视中子干扰器的影响，让核能继续运作，并依靠核能机的续航达成更强的收割效果。不过呢，反中子干扰器的制造成本很高，而且所需要的材料还都在地球联合手里边，扎夫特这边很难进行大规模量产，只能将其分配给最先进的机体自由、正义以及还未完工的神翼之中。然后先行研发完成的2台核能机就被拉克斯和阿斯兰纷纷带走了。反中子干扰器的资料呢，还被客队送给了自然人。你说这狼爹能不破防吗？换你也得气急败坏的给敌人直接来一发创世纪。哦，对了，创世纪其实也是核武器，也搭载了反中子干扰器。
具体原理啊，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。总之，仗打到这份上，基本上就变成了两边对扔核武器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客队把反中子干扰器技术给了联合以后，剧本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来了个人类全玩完，反而是双方握手言和了。然后这玩意儿呢，就能被用于民间的核电站，让老百姓们也用得上核能了。这么看来啊，客队还真是个大善人嘞。CE71年战争结束以后，双方签署了禁核条约。不过众所周知啊，大多数时候战争期间的条约都跟厕纸差不多的。到了 CE73年，联合二话不说又想直接搞核攻击，只不过这次啊，扎夫特也是有备而来，直接用中子精跳器阻止了联邦的进攻。中子精跳器的原理其实啊，就是让照射范围内的中子加速运动，直接引发核裂变。不过缺点就是影响范围相对固定，且使用一次以后呢，相关组件就会严重受损，可以说是使用成本也是相当高了。以上就是 C 宇宙中核能技术战争了。可以看到啊 ，C 宇宙不但不缺核能，而且啊，从自由和正义在重置版中透露的出力来看，他们的核炉出力啊是远超 UC 宇宙一般核炉的。只不过呢，由于中子干扰器的存在，所以呢才没能在一般的机体上面普及的。好了，今天视频这么多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